大家好，在 YouTube 神奇的演算法，我突然看到有一位他在讲说，我看那个好像是新闻台的，他就说，他是在解释口罩跟安全帽的关系，然后他突然提到安全帽有正确的戴法，我突然愣住了。安全帽有正确的戴法，不就从头戴下去而已吗？那就假设这是头嘛，譬如说这个是前面好了，要么就是这样戴进去啊。还有什么戴法？从这边戴进去吗？还是反着戴？应该没有吧。那也就是因为我还很妙，我还把整部影片看完，然后我就找了一些影片，因为这可能会牵扯到别人的版权，所以我就尽量都剪一点点一点点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。好，这四段影片基本上对赛事熟悉的朋友看就知道，那是 WRC 的那个赛事片段。然后你仔细看他们在戴安全帽，他们的方式都是从就是引带拉开嘛，移带颐和园的移带拉开以后，就直接头就伸进去了。那我记得我看的那个新闻片段，他是说，额头这样子，他要这样子进去，他是你基本上就是头，假设这是头啦，头是要这样子进去。我说实在话，我安全帽戴这么久，从政府还没有立法一定要强制戴安全帽之前，我就已经戴了很久很久。其实这一点还不够久，我最早的那一点是那时候买雅马哈，那时候追风，它有送一点。它虽然标的是雅马哈的标啦，但是它那一顶我忘记是不知道是哪家，好像是也是秀仪帮他出的。然后它那个是，它这边有个拨杆，一拨镜片就会自己打开，再拨会自己关起来。我第一顶安全帽是那一顶。然后你可能说啊，那个不一样啊，因为刚刚看那个影片，它比较属于是像3/4帽，然后只是前面多了一块麦克风罩而已。好，那既然如果真的要以全罩下去做比较的话，我们再来看后面这几片。Maybe sometimes It just a lot of things disappear. And aggressivity. You are very focused and All helmets are funded with them having to be a double DNF after collisions with Zarco and Oliveira. Uphill, downhills, and some changes the helmet from front to back. Yeah, I know it's pretty. 好，刚刚看的那几片就是顶尖赛车手，所以我心目中最强的4人赛事啊，就是 WRC。然后刚刚那些片段就是 MotoGP 里面一些车手他们在戴安全帽的方式。
你应该可以看得到，看得出来，他就跟我讲的一样，就是安全帽嘛，安全帽嘛，就是头就是这样子直接戴进去，头就是直接这样进去，然后在最后一段，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那个是一个美国的 YouTuber。你们可能会说啊，他就是先前面进去，然后再整个下去啊。但是你仔细看哦，他在戴安全帽之前，他用的是后面这边，靠着额头，把头发往后拨，然后再从头顶上下去。你们可以仔细的回放看我说的对不对？然后再来是最后一段，这位是谁我就真的不清楚，但是他的介绍就是简洁有力啊，他穿脱他都有介绍。那我们再来看这一位。 That's the widest part of your head, and that's the smallest part of your head. So always going from the back and forward. I think it's wiggle it back. Taking it off, you just go up, up, and off. 3 movements. 好，有没有看到他的戴法又不一样？他是从后脑勺下去。我刚刚说我在台湾看这个新闻片段，他是从额头戴进去，就是从前端。然后刚刚那一边他是从后脑下去。然后他还有介绍脱安全帽的方式。当然了，其实我一开头就讲，我在看到新闻台报那个安全帽有正确戴法的时候，我整个傻眼，我问号了好久。我安全帽戴了这么久，我怎么不知道有正确的戴法？所以我才想要拍这一片。我再次声明，我没有任何意思。在我的认知里面，安全帽没有所谓正确的戴法。你不管怎么弄，你只要戴到最后，安全帽卡在你的头上，你的眼睛、你的脸有在这一面，那就是戴好了。但是也是因为那个新闻片段，我才想到说，好像都没有人讲过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戴好安全帽。我刚刚有讲，安全帽没有所谓的正确的戴法，但是必须要跟各位沟通的就是，当你把安全帽戴在头上的时候，什么样的感觉才是你把安全帽戴好了？然后这一点已经放了很久，我是为了要拍这一片，因为我看很多网红，他们只要讲到安全帽，就一定拿一顶很贵的安全帽在那边。这顶不贵，但是这顶很有纪念价值。这一顶看到这个眼睛，应该就知道他是谁了。好，那我现在来跟各位解释，如果你戴对，你安全帽戴下去以后，你戴对了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应该这么讲好了，像我自己在戴安全帽，安全帽它是夹在头上，它并不是放在头上。我这样讲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我说的意思。然后，其实你们仔细看哦，很多顶级赛事，很多那种正规的安全帽，佩戴完以后，脸颊都会稍微有被夹紧的感觉。那是因为其实安全帽它并不是靠顶部这边，它并不是靠头顶这一块压在头上而戴在头上，而它是用两边、两颊跟后脑这边。其实如果你们有机会戴到这种比较进口的安全帽，或者规格比较好的安全帽，如果你的内衬有经过调整的话，像秀仪我知道他们有推一个什么，就是量身定做的，就是内衬可以更改它的厚薄度。其实它的用意就是我现在要讲的，
安全帽它并不是靠着头顶部压在头上，而是它是靠左右脸颊跟后脑这一块。应该怎么说？原谅我没什么好的东西可以举例啦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假装这个是头，安全帽上去以后，它并不是靠着头顶去支撑整顶安全帽，它是靠脸颊、2个脸颊跟后脑3个面把头夹住。这样懂我讲的意思吗？脸颊这2个衬夹着脸颊，后脑这边的内衬包住头，它等于是用夹的固定在头上，而不是靠安全帽头顶的内衬压着。所以你们在看很多介绍安全帽的影片，他一定都会跟你讲，当你戴好安全帽以后，左右摇要很轻微。你戴好以后嘛，头左右摇晃，它只能很容许很轻微的晃动，因为脸上的肉它不是硬的，它是软的，而且它的安全帽内衬也是软的，所以它一定会有些微的晃动，这个都是容许范围。然后当这样讲好了，以戴对安全帽的话，你可以试着用你的手指从这边，从你的前额尝试把手指头伸进去。你最多只能，如果你有戴到正确的安全帽，你最多只能一节一点点，就指甲盖这边，可能就只有指甲这边可以稍微伸得进去而已，然后2颊是基本上都伸不进去。我真的不知道这样讲能不能体会。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，安全帽它并不是靠着头顶压在头上，它是靠着后脑的内衬跟2颊的内衬，它3面去夹住头，保持它的稳定度。当你正确的戴好了安全帽以后，你会发现你并不是靠着头顶去支撑安全帽，而是安全帽它会以后脑的内衬、2颊的内衬去夹住你的头，让安全帽戴在你的头上。这样懂我讲的意思吗？我觉得好像因为我看了很多影片，好像很少人讲到这一点，都在讲说戴了不要晃啊，或者上下不要如何啊，但是好像没有人去讲到这个感觉。像我自己在戴3/4，因为我自己骑车都戴3/4比较多，我没有在戴瓜皮。然后我的3/4基本上我都会改啦，要么就是把2颊内衬换掉，因为我会尽量先选帽体正确的，我不喜欢大帽体，所以我会找小帽体。然后我个人又比较偏瘦，所以2颊要么我就做小帽体的话，我可能就直接就是买 M 号，如果可以的话直接就换成 S 号的那个内衬。头顶可能是 M 号，头顶的内衬可能是 M 号，2颊都会换成 S 的，就是我就是希望它靠两个脸颊，2颊的内衬去保持安全帽在我头上。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，我戴过这么多安全帽，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用还是一样那个论点，后脑2个脸颊3面去夹住你的头，它用3面去夹住你的头，让安全帽固定在你的头上，而不是像很多
可能很多人戴安全帽，他就是想说安全帽在头上就是戴好了。然后我只能说，如果你在戴安全帽上，你没有这种感觉的话，你觉得头顶会被压得很死，你的头发会被压到很扁，然后基本上光这一点就大概可能就是你戴错了，你的内衬没有经过调整，或者说你根本就是买到不对的尺寸。当然啦，我不是，也不能说品牌迷失，但是这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东西啦。如果我有在戴国产帽，但是国产帽真的你要比较花心思去选择，甚至可能就额外还要再像我刚刚讲的，额外再花钱换个脸颊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基本上我在买安全帽，我基本上是尽量找小帽体，因为帽体太大，觉得又不是在跑比赛，要那么当然啦，能够安全是最好，但是大就是重嘛，所以我都是尽量找小帽体，然后可能头顶的内衬就是 M 号2夹，我就换成 S 号。还是那个论点，3个面去夹住头，而不是让安全帽整个压在你的头顶上。这两个感觉是差很多啦。如果你们仔细的去体会，应该会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好啦，今天这个可能讲得很乱，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听的话，你会知道我在说什么。那今天这个安全帽的戴法，我还是不认为安全帽有所谓的正确的戴法。像刚刚我放的那几部影片，你可以看到几乎都是从头顶上下去，没有在说什么一定要从前额头那边先进去。那个都太扯了，然后后脑进去，我是看过很多车手他们是这样戴的，反而从前面进去，我没有看过太多人。好啦，那今天这个安全帽，如果你戴对了安全帽，会有什么感觉的介绍，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